由于上一集在布鲁塞尔的不愉快经历，让我们对比利时这个国家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直到我们来到了根特，这座由工业和宗教造就的硬核圣城，才让我们彻底扭转了对比利时的偏见。一座完美的欧洲旅行目的地城市该是什么样子？根特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既有悠久历史和艺术传承，又有欣欣向荣的工业和经济，同时城市还充满活力且氛围友好安全。你可以前往古堡、教堂、老街探秘，也可以在运河上泛舟，同时又有大把的平价美食让你吃到饱。在比利时，尤其是根特，美好的一天并不是由一杯咖啡，而是由一杯啤酒开始。我也入乡随俗，在根特的圣雅各布塔门口喝啤酒和饮料啊。喝到微醺才去正式吃早餐。今天这个小早餐店很漂亮，典型的精致的欧洲家庭餐馆。比利时根特的第一个早晨来到一家早餐店。我们春春去隔壁洗衣店洗衣服了，然后我们点了2份早餐。这是一家家庭早餐作坊，整个店里边就一位女主人，又是老板又是服务员又是厨师的，环境是非常不错。比利时的国产的巧克力做的冰棍儿，2块多欧元一个，比国内的梦龙还便宜，但味道绝对是比梦龙好几倍。所以欧洲这儿还是有便宜东西、划算东西的，水果啊，一些小零食啊，品质都不错，而且价格也不贵。昨天晚上这城堡没开放，现在开放了，我们可以进去一探究竟。这根特的圣伯爵城堡终于开门了。其实欧洲是有很多城堡的，但是有时候城堡呢都是在郊外，比较难到达。像根特这种城堡直接在市中心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还值得过来一看。伯爵城堡是位于根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由阿尔萨斯的菲利普伯爵于1180年建造。这座城堡呢是仿照十字军城堡的风格而造。由这位伯爵的名号可以看出，他来自于法兰西的阿尔萨斯地区。要知道，根特在历史上曾经也归属于法兰西帝国。那么这座城堡的主人呢，他并不是常年居住在这里边，只是每年作为行宫来到根特的时候才会到此居住。和其他欧洲贵族的宅邸那种奢华享乐的风格不一样，这座城堡融合了它主人的那种尚武好战的风格，将它打造成了一座准军事基地。所以里面除了房间之外，更多的是武器库、地牢，甚至是行刑房。到城堡顶端，还可以往上。哇哦！城堡顶端附送一个无敌观景台，可以看整个根特城的全景。哎呀！这座硬核铁血充满了战斗风格，甚至某种程度上讲有些可怕的城堡，在根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中是如此的显眼。虽然它在这座城市里边并不是最高的建筑。参观完城堡顶端的观景平台之后，我们沿着旋转楼梯一直下到城堡的底部，这里呢就是地牢和堡主的一些私人场所，包括刑房。比如这个房间是堡主最喜欢的一个房间，
它既是自己的私人卧室，同时又是一个他自己设置的私人审讯室。在这里呢，他拿来审讯和折磨他的那些敌人和囚犯。墙上的那些画就可以说明了这恐怖的一幕。这个房间呢是另一个地牢的入口，墙上的这幅壁画呢就非常讽刺的反映了当时堡主，也就是那只兔子是如何来折磨和玩弄那些地牢里边可怜的囚犯的。欧洲虽然在现在是先进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中世纪呢却是落后和野蛮的代名词。比如这个房间就是堡主当年用来处决犯人，也就是所谓的砍头房。墙上的那些画就描述了人头落地的血腥场面，而墙上的那个玻璃框里边陈列的这些大件就是当时用来斩首的工具。走出了可怕的断头房，我们来到了户外，接受一下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洗礼，有一种地狱一出即光明的感觉。但是花园里边时不时露出来的地牢入口又提醒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有一段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过往和历史。就当我们快到城堡出口，马上要结束行程的时候，展现在我面前的呢是整座城堡最大的一个地牢。想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蒙冤入狱，甚至命丧黄泉。好可怕哦！好，这么一圈逛下来了啊，这个伯爵城堡就逛完了。今天根特城的 City Walk 有一段厚重甚至有一点沉重的历史开始，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根特洒满阳光的古典大街之上。穿过根特市政厅的广场，我们就来到了根特最著名的4大奇观区域。除了刚才参观过的伯爵城堡呢，还有3座非常著名的教堂是根特的地标建筑，必须去打卡。圣巴夫教堂广场上，这位表演吹泡泡才艺的老哥，我们总感觉很面熟。后来才想起，今天上午早餐店隔壁的洗衣店里边，这位老兄也在场。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他印象如此深刻嘞？我们稍后再表啊。教堂一般上不好意思收钱，但是宗教场所不像我们这里庙要收钱。哇，上把雨伞嘞！这个门口那个玩泡泡那个人，好像就早上我们洗衣房里边那位嘛，我们在我边上洗衣服那个人。所以说你那个半包洗衣粉，对啊，我的半包洗衣粉啊，我还是我悠园的洗衣粉啊，他拿去吹泡泡了，我靠！我还去问他收钱，他那个地方他是费里我有一半。你让他把他那个收入对吧，1/2给你，最起码1/2给你，我操！怪不得你回头一看，你的洗衣粉没了，我靠，被老三拿去吹泡泡了。真的，这个人就是早上我，哇，这里还有一个狗，你看，你看，我这个地方太好玩了，哎呦去！然后这个玩泡泡的老乡就早上我们洗衣房隔壁在一起洗。其实他肯定以为我们剩下的半包洗衣粉不要了，才拿去废物利用一下而已。比利时特产巧克力 ，Dragon of Ghent， 牛逼牛逼。这家店干嘛？你来块那个好了，这辈子不要吃。也还好啊。
小姐妹，小姐妹。比利时三宝啊，巧克力、薯条、华夫饼，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个四宝呢，啤酒呀。啊，啤酒对，比利时四宝。我们现在看巧克力。哦。哇，随便走到街边的一家礼品店，其实发现是一个集邮的店。它用一些比利时跟欧洲当地的邮票做成的小纪念品、明信片啊、卡册什么的。可以，这2年集邮已经式微了，好像不大有人玩集邮。哦，这里还有这种集的硬币什么的，就是一个收藏品店。哦，来，哎呀，比利时冰淇淋啊，好大个儿啊，拿出来跟哑铃似的感觉，沉甸甸的。根特斯塔奇观的第2站就是圣尼古拉斯教堂。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在谷歌地图上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因为我们谷歌地图设置成了繁体中文，它被标注成了圣尼格老教堂。那么至于斯塔奇观的另外一个奇观根特钟楼呢，就在圣尼古拉斯堂的旁边。因为同样是高耸的钟楼，相比我们后面要去的布鲁日的钟楼，它既没有后者那么有名，同时造型呢也相形见绌，所以呢我们就放弃购票登顶了，我们直接去圣尼古拉斯教堂参观一下就 OK 了。啊，圣尼古拉斯堂，这是他们其实是从历史上讲是最古老的一个教堂，1826年这建成的。Behoed ons voor het vuur van de hel. Breng alle zielen naar de hemel, vooral diegenen die uw barmhartigheid het meest nodig hebben. Ave, Ave, Ave Ma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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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茶还是下午饭？29嘛，不是说，一共29.5，好像听他说。这个叫做 Libertanist， 今天11号啊。素菜，纯素的。一看纯素就皱眉头了，就点了块蛋糕，点了杯啤酒，滚出来了。这是瞧它这个开闸机构，它不是向上开，它是往左右转的。这上面有一个转动的一个轴承，当有船要过来的时候，它就整座桥原地转一个圈，然后把河道让出来，给船只通行，有点意思。当您漫步在根特市中心，您不难发现，在城市中心有一条长达26公里的运河穿城而过，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它和阿姆斯特丹、布鲁日一样，这座城市也因为发达的水系交通，经常被人称之为北方威尼斯。而乘坐游船走水路来游览整座城市，是一个必须体验的、提供独特视角的旅游项目。那么我们也不能免俗，到了根特自然要体验一下这里的游船游了。Okay, good. My name is Peter. I'm your guide and your captain for the next 40 minutes. Language check. Nederlands? Okay. Français? English? Yeah. You know what happened over there. But there are no icebergs here, so no problem. Good, you're in Ghent. Originally the name was Ganda. Ganda means the flowing together of two rivers, the Hille and the Schelde. En hier heb je het gildehuis van de vrije schepers. De bruine deur en boven ziet u daar een schip, vrije schepers. Wat betekent vrije schepers? Dat waren bedrijven, bootmensen vanuit Gent. Daarom konden die vrij waren op de Innerrivier. We hadden ook onvrije schepers en die mochten niet binnenkomen met de boten. Die moesten wachten in een tweede haven die we straks gaan zien. Is de Sint-Niklaaskerk in de 12e eeuw. Dan de Belfort met de draagdrop en het Sint-Bavo-kathedraal. Here you see St. Nicholas Church, 12th century, the belfry with the dragon on top.
If you have the time, now it's gonna close, but if you have the time, maybe if you are tomorrow here, please visit the San Diego Cathedral. There you can see the world famous painting of the Van Eyck brothers, the Mystic. The bridge in front of you, you will see two iron wheels on the right side. Hier. De brug die je ziet, als ik draai zult u aan de rechterkant twee grote ijzeren wielen zien. Dat is omdat de brug niet zo enige toilet. 整个教堂中就这么一个厕所，现在在河边这个，好惨。And secondly, we say here in Ghent we are the owners of the whole ship. 相比欧洲其他消费的高昂物价，在根特坐游船游览整个城市的价格并不高，您只需付16欧元就可以体验1个多小时的游船。同时还有像老船长一般的司机为你讲解根特这座城市的典故和历史，所以个人而言是非常推荐这个旅行项目。OK， 下面就请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以第一视角的方式，带大家一起体验根特这座古老美丽城市的水上风光。OK，Let's go。在所谓的欧洲中部低地三国，也就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这里并没有许多的山脉，有的呢只是横贯于众多平原之中的河流。这些河流中有一部分是天然就已经形成，但有很大一部分呢也是当地人民在几百年前通过人工进行开凿的运河。这些运河给当地的交通、经济、工业、文化、历史、艺术甚至政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根特的运河中徜徉了40多分钟，将近1小时后，我们的游船又回到了一开始的伯爵城堡的附近。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根特的运河已经转了一个完美的大圈，马上就要回到一开始我们上船的地方。这不，游船一个转弯，我们就看到了圣巴夫教堂高耸入林的塔尖，以及它脚下如同巨人一般沉睡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和
和横亘在运河两端的圣迈克尔桥。OK， 至此呢，我们的运河之旅就完美结束了。下船之后，伴着夕阳，我们在圣尼古拉斯堂边上的露天酒吧来一份果味啤酒，结束这完美的一天的行程。More good than you. 意面啊，它是儿童餐，我觉得我吃刚好量。然后这个春猪他妈的还点了这么大的一份，这个人他妈的这好像真变成老母猪了。他妈白天吃成老母猪了，现在说我。这就是我们旅馆楼下那个小餐吧，挺好的。我这油气大。对啊，我的妈呀！他妈这个儿童餐，我操，5个大肉丸子，我现在吃了2个，我顶多再吃1个，这个我要死了感觉。这个比他妈点了薯条还要点披萨，都是面粉的东西。哦呀，蠢货他妈的！哦，这个量真太可怕了，还好点的儿童餐，没有点他妈成人餐。夕阳西下，大家猜猜现在几点啊？现在是10点钟。10点了。10点了，你看太阳西下了已经。这个社区里有一个滑板场，有些很酷的涂鸦。哎呀，10点钟吃完晚饭，出来散步，天哪，这生活真是……哎呦，我吐槽一下这儿的饮食啊，他们这里欧洲的饮食真的就是几大类，一个肉，一个面粉类的东西，各种饼，各种面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薯条、土豆类的东西。吃来吃去就这几样东西，嘴巴里都是一股粉乎乎、肉乎乎的那种味道，还有比较油。还有烹调方法呢，除了烤制就是炸，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还有一种煎，对吧？然后出来东西就是那种油乎乎、粉乎乎的感觉。现在好想吃一碗冰城的咖喱面，或者吃一碗杭州的片儿川啊。明天我们就要前往比利时的著名旅游城市布鲁日。记得在著名的电影《杀手没有假期》里，杀手组织的老大想要亲手杀死他的一个心爱的手下，就说过这么一句台词：我要让他死在布鲁日，因为布鲁日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那么是什么样的城市让一个杀手组织的老大如此高的评价呢？我们明天下一集布鲁日见。